确实有意思，这出题人不错呀。这2道题虽然看似很简单，但其实暗藏着很多陷阱。比如这第1题，龙涎香是3阶灵药，任何一名炼药师肯定都很想得到的。聪明的学员可能会写什么先观察一下四周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等等。但其实啊，这些都不对。龙涎香是3阶妖兽幻罗兽最喜欢的灵药，它和幻罗兽几乎是半生存在。100年龙涎香的香味只能传递50米左右，一旦闻到清香，就说明你已经处于幻罗兽的幻境之中。此时必须立刻服用破幻丹，然后转身就跑。至于这第2题，也很有意思。白刃毒株拥有强烈的毒素，一旦被白刃毒株的毒素入侵身体，如果不在极短的时间内解除的话，必死无疑。这道题考核的是炼药师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。毕竟，一名优秀的炼药师难免都会进入到森林或者去到野外，必须胆大心细啊。大功告成。哼，小子，谁让你站起来的？扰乱考核纪律，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？我已经答完了。答完了？这才不到一半的时间。你出去吧。什么时候开始第2轮考核？交完卷，我们自会批阅。你通过了考核，会通知你的。哎呀！这小子简直太嚣张了！如果让我抓住了他胡乱答题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陈兄，何必跟一个小孩子置气？来，让你我现在就看一下他的卷子，好让他死得明白。我看直接扔到垃圾桶得了。这才过去半个时辰，他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哼，就知道他没通过考核。不过就算没写出来，也不至于这么快就自暴自弃吧？有什么好看？那小子难道还能写出花来不成？陈兄，你快过来看！啊！第1题答对了，第2题也对，这怎么可能？莫非他刚才作弊了？若他作弊，以你我的感知，会发现不了。看看后面的答案，基础题全对。这50道题基本上包含了炼药学的方方面面，即便是你我稍有疏忽，也不可能全部答对。
这小子他居然做到了。看看后面流光大师出的题，前面都是一些基础知识，只要死记硬背便可以答得出来。后面的综合题则不同，如果没有丰富的炼药学经验，是肯定答不出来的。百年龙涎香，往往与三阶幻罗兽伴生存在，它的香味只能蔓延50米。闻到了100米外的龙涎香香味，说明已经被幻境迷惑，必须拿破幻丹服用，并撤离幻罗兽的幻境范围。这和标准答案是一模一样啊！不对，下面还有，在离开幻境范围后，立刻在附近寻找一种3片紫叶的草药，含在嘴里，可以抵御幻觉的冲击。在有充足的时间找到龙涎香后安然离去。这后面的答案不在流光大师的标准答案中啊。这3片紫叶的草药，莫非就是3叶紫阳草？它的确可以解除轻微的幻觉，且和龙涎香相距极近，但是除幻的效果甚至不如破幻丹，也不能抵御幻罗兽的精神冲击。再次往返，这岂不是找死啊？明明已经答对了，这不是多此一举吗？真是画蛇添足。来，我们再来看看下边的白刃毒株这题。在中了毒素后，第一时间撤离，并在附近寻找蛛网草，将其捣碎，并和冰刃上的毒株血液混合，敷在伤口之上。若无法获取，可在附近采摘叶树的嫩叶代替。在找到毒株的洞穴之后，将其击杀，然后取出毒株妖核，碾碎吞服。这道题他又答错了，正确答案应该是封住痰中、鸠尾、心诀3穴，同时找到蛛网草，吞服而下，延缓毒素的蔓延速度。如此，城池远在万里之外也可以治疗。这小子完全搞错了方向。死记硬背，答对了前面的基础题。轮到真才实学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过是纸上谈兵。唉，不过如此而已呀。考试结束，考生退场。老天爷啊！我怎么这么倒霉？怎么这么难？这次不行，下次努力呗。清晨，试卷考得怎么样？看来这次真没什么希望了。还好，还好。这道题也能答错，这还不如那小子呢。唉，这批考生的素养也实在是太差了。虽然提出的难了些，但也不至于这样啊。陈默，欧阳成，流光大师，经过第1轮的考核，通过了多少人呢？遇到大师您出的题，能有几个通过的？我出题虽然有些刁钻，但只需要细心分析，任何1品的炼药师都能给出正确的答案。若这样都能出错，让他们通过考核，只会是我们丹阁的耻辱。炼药师除了实力之外，必须要细心，一旦出现差错，会造成严重的后果。我来看看。你看这个，连洋菊草和洋菊花都分不清楚，一个是清心润肺的药物，一个却是剧毒之物。若是让这样的人通过了考核，
以后炼制丹药的时候出错，该追究谁的责任呢？再看这个，余罪果的提炼要用到6种手法，他却只写下5个，偏偏漏到了最重要的一个。药效都提炼不出来，怎么炼丹呢？这个70分，貌似成绩不错嘛。基础题居然全对了。这是一个狂妄的小子写的，连炼药学徒都不是，居然也想考1品炼药师。若不是丹阁有规定，早将他赶出去了。不过是靠死记硬背答对了一些基础题，后边的题写的狗屁不通。哦，那我倒要看看。这个是妙啊！居然想到了用3叶紫阳草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，成功采摘到了龙涎香，既脱离了危险，又取得了龙涎香，一举两得，实在是妙啊！这……可3叶紫阳草不是只能解除轻微幻觉吗？你懂什么？3叶紫阳草的功效确实是破除轻微的幻觉，功效不及破幻丹的1/5，但它若和破幻丹结合到一起，能让破幻丹的功效提高1倍以上，完全可以抵御幻罗兽的攻击呀！哎，莫非他这道题是答对了？何止是对呀，而是比我给出的答案更胜一筹。再看下一个。妙啊！用蛛网草和白刃毒株的血液混合，或者是用叶树的嫩叶取替，涂抹在伤口，再去击杀白刃毒株。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呀？哎呀，你看这，刘大师，他这道题也答对了，简直是完美呀！这，白刃毒株的血液同样含有剧毒，但蛛网草和白刃毒株的血液中的毒素可以产生反应，涂抹在伤口之上，能暂时的免疫数个时辰白刃毒株毒素，恢复行动能力。除此之外，叶树的树叶同样具有相同的功效，只是时间略短而已呀。可即便如此，体内的毒素还是没有解除啊！而且吞服毒株的妖核，这不是找死吗？你懂个屁呀你！白刃毒株最强的便是它的剧毒，只要短时间内对它的毒素产生免疫，哪怕是人级的武者都能将其击杀。同时，蛛网草和毒株的妖核同服，能彻底消除残留在体内的毒素。如此一来，非但毒素全清，亦能击杀毒株，得到它身上的材料，比我给出的答案好了10倍不止啊！哎呀，这。你们居然给得了0分，猪脑子吗？妙啊！遇到火焰雄狮，居然还有这样的方法脱困。这个方法我在设计题目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啊！哎呀，还有这个，用灰烬草去分解银环蝎的毒素，这他是怎么想到的呀？哎呀，我在设计每一道题目的时候，心中便有了固定的答案，但是此人却能以更完美的方法解决了我所设计的每一个难题。醍醐灌顶啊，血海无涯，永无止境。古人诚不欺我，天才！让我看看，他叫什么名字啊？秦晨，这名字怎么有些耳熟啊？他人呢？马上把他叫进来，让他参加第2轮的考核。我倒要看看他的实际操作方面到底如何。不好，在您来之前，我们已经派人去通知结果了，恐怕那个秦晨现在已经离开了呀。你说什么？
马上随我出去看看人到底走没走。若是人不在，有你们俩好看的！哼！经过欧阳导师和陈木大师的批改，成绩已出，现行公布。魏震。 啊，是我，大哥！我就说我在炼药一途上很有天赋的嘛。安静。魏真，多谢。赵灵山，李清风，王启明，王安。老天开眼，让老朽通过了笔试啊！哎，这个王安30多岁才成为炼药学徒。 这30年来，每年都要参加数次炼药师考核，总计不下上百次了吧？可始终没有成为一名炼药师。你们几个通过考核的，收拾收拾，跟我进来吧。且慢，为何我不在名单之中？没你名字，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我不可能没通过笔试。不可能，秦晨，你以为你谁呀？哼！ 好了，没你名字便是没有通过考核。你若再阻碍考核，别怪我不客气。秦晨，你以为炼药师的考核是那么容易的吗？可笑！哼！那我们先进去了。3位大师，谁是秦晨？我便是。你是秦晨？流光大师，是陈木药师给他报的名，没有惹怒到您吧？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！好。 很好，看来我大玄国丹阁未来有望了。好，你们7人。 随我一同进去，参加第2轮考核。各位请。陈少，你藏得好深啊！这，哎，秦晨，不，他都能考上，是啊，我怎么又没通过啊？第2轮考核。 是随机考核炼药10项操作中的1项，此次第2轮考核将考核诸位的控火能力。控火能力怎么办？怎么考？以前考核不就是变药什么的吗？10项操作中，也轮不到控火呀。炼药的10项操作分为变药、分药、热鼎、控药、控火、凝丹等。 这其中，变药是最为大众所熟悉的，也是作为一名炼药师所具备的最基本的技能。以往的考核也都是考这一项。啊，大哥，想不到流光大师会考控火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能力的大小是一名炼药师能否炼制出精良丹药的前提。若是连控火这一细节都做不好，谈何成为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？ 第1个，魏震，展示你的控火能力吧。丹火分为很多种类，包括震火、真火、妖火、地火、天火等，其中。 震火、妖火是后天所得，
为外火，而炼药师自身真气所形成的火焰为真火，属于内火。炼药学徒没有专门修炼过火系功法，无法形成真火。掌握真火是炼药师最基础的。这就是你所展示的控火能力吗？将你面前的火焰分为3朵，呈品字形展示一下。连最基本的控火能力都做不到，也来考炼药师？下一个。众所周知，控火表面上考验的是炼药师控制火焰的能力，实则上却是考验炼药师精神力的强弱以及细致能力。这可是一项十分复杂和繁琐的过程，对灵力的要求极高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哼！所以还是让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吧。怎么回事？燃起来吧！不是，考核失败。下一个，王启明。你也退下去吧。看来还是练刀更适合。这流光大师的要求也太难了点吧？这样下去，有谁能够通过呀？下一个，赵灵山。不错，好，终于完成了一个。不错，你通过了。谢3位大师。下一个。李清风，分焰是控火能力最基础的技能，一名炼药师必备的能力。
其实流光大师出的题目很简单，只要明白了火焰的属性，明白了聚火阵的运转，再加上一点点精神力的掌控，便很容易完成考核。3朵火焰是火焰结构里最基础的结构，一名真正的炼药师，在1阶精神力下，若是想要完成5朵，也并非难事。5朵，简直是天才啊！焰分5朵，并且操控得如此自如，能力非凡呐！啊，还算不错，你通过了。多谢流光大师。此人能够做到这一点，并非灵力有多过人，他觉醒的应该是一种火系血脉，天生对火焰敏感，修炼的也是火系功法，体内真气自带火焰属性，因此在控火上比其他炼药师轻松数倍，自然容易。下一个，王安。竟然通过了3个。本以为第2轮考核会难到极致，谁想到6个人当中竟通过了3个，这也是超出预期了。下一个，秦晨。秦晨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能耐。怎么只激活了一半的阵法？连聚火阵都激活不了，也想通过控火考核？秦晨，你不是炼药学徒，能激活一半的聚火阵，你是不错了。到时候回家烧饭应该用得上。现在应该知道谁才是这里真正的天才了吧？秦晨，你下去吧。激活了一半的聚火阵，根本无法做到焰分3朵，所以